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不知道各位观众发现了没有？那就是面具人我为了配合我党的疫情清零政策，看不管是男女老少，就连我的宠物啊也都戴上了口罩。看我的鹦鹉也把口罩戴上了，只不过因为鹦鹉的这个嘴巴，我不知道该怎么给它戴口罩啊，那只能这样戴了。这样也算戴吧。总之呢，就是戴上了。这几天呀，这个加密市场整个大盘都在下跌，但是呢，我的会员们，包括你们看了我这几天的节目都发现了吧？我给你们又推荐了很多逆势上涨的项目，比如鸡大头，对吧？我的会员们还有面粉们，基本都是赚到钱了，对吧？有及时的看到我节目的面粉们，都多多少少的赚了一些，或者是避免被砸盘被割了吧，对不对？因为这几天面具人我是一直看空的，而整个市场呢，它还真的就是一直在往下空。上次我节目中说到了比特币可能会去39000，来，我们看这张图。比特币在我上一期做节目的时候，当时的点位是42000美金左右啊。当时就有很多的币圈大神们、大 V 们就都说了，哎呀，比特币跌不下去了，是吧 ？OK， 你们看好了啊。面具人的上期节目播放完了，仅仅半天之后啊，比特币就跌到了40500美金，距离我说的跌到39000美金的关口只差一丢丢、一丝丝了。那说到这儿了，可能就会有人认为，反正是没跌下去，4万整美金的这个关口有支撑位。那关于这个问题啊，面具人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们，什么支撑位呀啥的都是狗屁。为啥呢？来，你听我说啊，加密货币 K 线它是每一笔交易堆出来的线性图表，每个点位每一笔交易都是独立的。你既可以把4万整看作为支撑位，你也可以把41000、42000看作为支撑位。具体哪个点位是支撑位，这完全取决于你个人的主观看法。其实所谓的支撑位，说破了也就破了，说涨上去也就涨上去了，说跌下去也就跌下去了。具体要看当时的交易量、交易的金额啊。并不是说，你画个线说4万整就是支撑位，然后呢，你就能达到凭你一张嘴炮就能修改现实、影响现实啊，那是不可能的。之所以很多观众，包括你啊，你们啊，你们可能都会觉得，4万是支撑位啊，59000是支撑位啊，41000是支撑位。之所以你们会有这样的感觉，觉得它是支撑位，主要是由于选择关注和确认偏差的联合作用。这就是心理学在金融圈的又一种应用了啊。那面具人，我今天继续给你们讲干货。什么叫做选择关注啊？在币圈里面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你选择性的关注了4万整的这个点位，或者是5万整的这个整数点数位，而忽略了其他的点位的变动。因为你过度的迷信这个点位，而忽略了其他点位的变动，从而呢产生了脱离事实的认知。这就是你因为选择关注而产生了确认偏差。所以呢，很多人觉得某某某点位是支撑位，就是我刚才说的选择性关注和确认偏差的联合作用产生的心理效应。实际上呢，币圈的每笔交易都是独立的，你过度关注某个点位，反而容易被庄家操纵啊。敌在暗，我在明，我们的数据都是可以被庄家搜集的啊。当大家都觉得4万是支撑位了，4万涨不上去了，或者是4万跌不下去了，这种情绪的变化，这种观点的变化是可以被庄家们察觉到的。明白了吗？是可以被大数据捕获的，听懂了没？兄弟，你这是戴口罩呢？你这是戴口罩还是准备当大厨呢？准备炒菜呢？当然了，鹦鹉真的是没办法戴口罩，它只能这样戴啊，这样一戴就戴成厨子了啊！准备炒菜呢是不？好了，不逗鹦鹉了啊，咱们继续讲，来，给你把这卸了啊，好。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啊？对，
你们所谓的迷信某个点位是支撑点或者是突破点啊，其实这种观点在庄家的眼里面是不存在的啊，他们的眼里面只有宏观的大数据以及微观的精细化操作，听懂了吗？一切都是可以被量化和预测的。你如果是过度的关注了某个点位，其实你反而容易被庄家操纵，瓮中捉鳖，关门打狗。那今天呀，咱们主要说两件事啊。干货的环节呢，我放在节目的后半段啊。前半段呢，主要是讲数字人民币的事儿，后半段来讲币圈最近的操作思路。那节目开始之前呢，不要忘记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财富消息或者是离场保财保命的时机，那对你来说真的是莫大的损失呀。那顺便把这个节目转发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有机会获得这个月的神秘的特殊的大奖，是一个能让你跟着我稳妥赚钱的机会哦。以及呢，唯独这个月加码的$1000、1000USDT 的直接转账，我把钱转给你啊，你爱怎么花，爱梭哈哪一个，那是你的事儿啊。至于你通过我这$1000赚到了1万2万了，那我恭喜你。好，咱们来讲正题啊。最近大陆的断卡行动又升级了，而且呢，大陆的新闻也都在配合吹风、带节奏、带风向，说以后呀无卡更好了，以后呀这个手机摇一摇，甚至呢，给人体内置一个芯片都比用银行卡要好得多。说到这儿了，面具人，我只想说，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啊！大家还记得我前几天吧，上个礼拜的那个讲断卡行动的视频里面啊，我放了有2个有关于那个广东老哥的卡被没收了、中招了以后，他录视频抱怨了半天嘛。从他之后呢，又有很多人都被中招了啊。我再给你们放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当中的大姐也中招了，并且呢，她的卡被没收，原因更加的离奇，她的钱只能存不能取。只能存不能取，你没听错，而且呢还不能反驳，不能申诉。有些人说了这个断卡行动呀，监控个人的银行卡呀，监控人民的银行卡是为了打击腐败呀，是为了反腐呀。那说到这儿了，面具人，我就想说了，谁腐败你监控谁去呀？你监控人民，人民又没腐败，你说这些人民屁民，他们倒是有个鸡巴钱能搞腐败呀？他们1日3餐挣的这个钱，养孩子、交学费、交医保、交养老金都不够呢，还哪来钱去腐败呀？对不对啊？你想监控这些腐败的人员太容易了，是不是啊？你自己的公务系统里面的那些官员的名单你没有吗？那你把他们监控起来嘛？合着这监控来监控去，警察你不监控，城管你不监控，交警你不监控，你肯定监控不了，对吧？你也不会去监控，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个系统当中的人，他们肯定不会被监控。监控来监控去，苦的都是这些屁民、平民、老百姓，对吧？他们被监控，本来就没几个子儿的人还要被监控，对不对啊？你反谁的腐，反谁的败呀？腐谁的败，对不对？屁民倒是有个屁钱能去腐败出去那个 KTV 唱个歌都舍不得叫个服务，还腐败呢你看那个什么贪官呀啥的随便一个这个村长、县长区长，那情妇、二奶、小三几百个，对吧？稍微廉洁一点的，不找几百个小三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是不是？我告诉你们这个数字人民币说白了就是用来高压管控老百姓的，把你们监控起来让你们成为真正的无产主义者，让你们的钱始终都是被别人管控着，你的钱怎么花怎么用用了多少，你都是裸奔在我党以及那些公安、税务总之呢，就是要分你一杯羹的那些人的系统里面的。因为只有控制住了你的钱，才能控制住你的行为。你以后呀，我就问你，你要不要生活？你要不要买饭？要不要买衣服？要不要买鞋？要不要给孩子交学费？要吧要，行，我让你挣到能满足你这些生活要求的钱。除此之外呢，没有得了，没有了，懂了没？而且呢，
我会要让你挣这个钱都挣得异常艰难。每一次眼看着这个钱马上就要到手了，我用大数据一调控，再把你和这个钱的距离拉开，那这样的话，你就始终的会疲于奔命，为了挣到这个钱而拼命的去干活。你别说我们西方国家怎么了，我们西方国家就是懒呀，我们就是有福利呀，爽不爽，酸不酸，不服你也只能在国内爱你的党，歌颂你的祖国，该封城的时候还是把你封起来，还是让你买个饭，下楼想去吃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都不能吃，别说吃你自己喜欢的了，想买个馒头你都买不到，不让买，买回来了都要收拾你。想生孩子了，想生孩子也不让你生啊，送到医院门口了也没人管你，听懂了没啊？你凭啥你瞧不起？说国外人懒咋了？我们懒呀，我们有资本懒呀，就跟很多人说面具人我割韭菜一样啊。那我割韭菜咋了嘛？对不对？我又没骗，又没偷，又没抢，我买哪个币？我买的早，我还能不买了吗？对不对啊？我买的早了，我分享给我的会员了，让他们也买的早了，咋了嘛？不行吗？啊，我们自己的钱，你能控制了我们自己怎么花吗？你不服你也买嘛，对吧？没人不让你买嘛，是不是？那币圈最基本的逻辑就是买得早的人割买得晚的人嘛，对吧？你要玩不起你就别玩嘛。面具人我又没有说是下个套，弄个什么撤池子的土狗呀，那个跑路盘子给你们玩，对吧？就是正常的市场逻辑，对吧？玩不起就不要玩。我刚说哪儿了？对，要给大家放一个这个大姐的卡被封的视频，你们看一下吧。看完了以后，我相信，你们这些在墙内的人啊，应该多多少少对自己的钱的未来有一定的打算了。包括你们这些台湾人啊，台湾人、香港人，你们以后在不远的将来可以看见的未来，其实我告诉你，清醒一点的非绿区的应该能看明白，你们跟大陆也是越来越接近了。好，废话不多说，来看这个视频吧。你们有想过自己的银行卡，你在存钱的时候是好好的，但是你如果想要取钱，那不好意思，银行说你卡有问题。今天我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在家里面用我的那个移动支付嘛去买东西，发现说卡有问题，我就打电话到这个宁波银行，点名宁波银行，告诉我你这张卡是什么原因呢？是你在很多年前你在宁波工作过，这张卡是你的工资卡，所以呢你从这个公司离职以后呢，那你这银行卡呢就可能出现了问题，你需要你本人，当然我现在本人在南京需要你本人拿着宁波的居住证跟你的身份证银行卡到宁波这家开户行去怎么操作我也不知道就要去。那我就想问了，我是在银行办的银行卡还是人家公司办的银行卡？我自己的银行卡每个月都有流水，用了这么多年了，最少有7、8年，他现在不让我用好，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去 ATM 机，我把钱取出来，我大不了不用了，我再也不用你宁波银行了，对不对？好了，跑去以后钱取不出来，但是呢有一点，你可以往这个银行卡里面存钱，你存钱他让你存，但是你取钱他取不了。那我们老百姓怎么搞啊？打电话给客服这么说的，那不好意思，对吧？过节元旦你要什么3到5个工作日以后，那我就想问，咱老百姓过节不就图个花钱给自己买点乐子吗？吃点吃的好的，陪家人一起玩一玩，然后你银行卡不动了，没有任何理由的把你卡给锁起来，并且不给你任何的解答，你说这个怎么弄？我真的，你们有想过把钱存到银行，然后你想取他不让你取的这种感觉吗？好，看完了吧？那这个视频是不是告诉了各位，你在中国赚再多的钱都不是你的钱，辛苦你出，风险你担，赔钱你活该，别给政府添麻烦。赚钱了那不好意思，请上交给国家，否则呢你就是不爱国，你就是境外敌对势力反党分子，你就是洗黑钱、偷税漏税，各种各样的黑锅帽子都会接踵而来的扣在你的头上。刚才这个视频当中的这个大姐说了一句快过年了，对吧？那面具人就要来说一说我对币圈年前以及接下来的判断了。我讲的这些内容是对你们能够形成一个非常安全的投资建议的
你们不听也可以，现在就关掉视频，赶紧走人。如果说因为没有听面具人的节目而造成了损失的话，那我也没办法嘛，你自找的，对吧？所以说呢，人的路都是自己选的。好，现在来说一说面具人我对币圈接下来的判断啊。咱们先来说中国这块吧。中国人一到过年前后呀，他的投资都不是很积极了。中国人一到过年前后，反而会把自己的资金抽出来，用来回家过年装逼，或者发红包，或者买车买房，或者是把钱先存起来，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周围的朋友炫耀、过年应酬之类的。那中国人都有这种习惯，就像很多行业当中的有很多人说，年底了要结算了，年底了赶紧把账一结，对吧？这些话都是我们听的耳朵都能出茧的话。那这些现象就证明了中国人在年前的投资都不是很积极，对吧？好，那我们再来看币圈啊。其实在币圈啊，有很多资金还都是从华人投资者而来的，听懂了没？那如果说中国人在这段时间投资不积极的话，它多多少少都会对整个币圈形成一定的影响的。再加上2022年的风口还没出现，听懂了没？2022年有什么样的新趋势、新的商业模式还都没出现，所以呢，老的项目现在究竟敢不敢投还是一个问题。所以呢，这段时间面具人我建议还是以保守为主，赚稳当的钱为主。我可不想做时代的眼泪，在这个时代更替的关键节点，我把我的钱都梭哈到了那些即将被时代淘汰的老项目当中，然后呢，我就跟那个项目一起被扫进垃圾桶了，我就成了一个背锅接盘的陪葬品了。那我觉得这样是太不明智了，对吧？如果说各位观众，现在有些人啊，那就是手烧得慌，闲得慌。如果说你真的手痒痒，没什么可投的，却又想投资的话，大家请看图，大头你值得拥有。这个项目是有一定的文化底蕴的，是土耳其本地的知名漫画，类似于台湾的乌龙院、香港的老夫子啊。这个大头的漫画的知名度还是非常高的，相当于当地的国漫了。而且呢，这个大头的 NFT 是官方正版的啊，并不是什么山寨之类的，并且呢，这个项目方的格局和积极性还是挺不错的。大家观察一下大头项目方的动态啊，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他现在只出了 NFT， 并且呢，这个项目方并不急着出币。通过这个现象，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一开始不着急着出币，以及出他的经济模型，就能判断项目方对市场的理解能力并不弱。因为2022年现在只是年初，是一个关键节点，所以呢，如果说大头项目方现在急着出一个什么币，一个什么经济模型，这个经济模型一旦出来了，就没办法改了。一旦投入市场应用了，万一说因为这个经济模型是一个老的经济模型，或者是被更新更好的经济模型淘汰了，那就没有办法了，那就完蛋了啊！覆水不可收，一旦出错就会被淘汰。所以呢，你看大头的项目方目前呢，它只是推出了一个比较保守一点的跟它的漫画联动的收藏的 NFT， 但是这个 NFT 也是可以应用到官方已经承诺了它接下来的游戏应用里的，并且呢，有 NFT 的人才能够在它接下来的游戏里面去盈利。但是呢，多余的经济模型过多的话，目前官方也都还没说，它只是在官方的漫画的基础上拓展到区块链。那这一步走的也是比较稳重、比较保守的，跟面具人我的2022年前的投资思路是相吻合的。虽然面具人的会员们前几天都已经通过这个大头的项目赚了3-4倍了，好多人都已经是无本万利了，把自己的本抽出来了。但是呢，大头的 NFT 它是不膨胀的它没有任何被动收入，就目前而言而且呢，它也只是刚开始嘛，潜力还是不小的。面具人我这几天依然是在扫货，依然在持续的购买大头的 NFT。你们如果说在那个大头的群里面可以问出来面具人我的大头的那个 NFT 展馆的收藏地址，你可以看到
面具人我昨天还在买大头，我个人就比较看好，听明白了吧？所以呢，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去做，反正我不管你们做了没做我个人是买了，并且呢，我昨天还在买。大家如果说对这个项目有一定的期待的话，买上1到3个大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的，成本也不高。那说到大头了面具人我还想告诉你们，给你们卖个关子除了大头之外，面具人我也搜罗了一些2022年的新概念的项目，目前呢还都在测试，因为是新概念，所以说呢，我需要投入的资金和时间会比以往的那些项目要更长一旦我测试的觉得不错，没问题的话，我都会在第一时间公布给我的会员的。总之呢，这段时间我建议大家还是赚稳妥的钱。当然了，赚稳妥钱的项目和渠道，面具人也是给我的会员提供了的。那好，如果各位有想要加入面具人的会员的，紧跟面具人的精准点位，掌握潜力项目，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OK， 祝你好运，再见。